Hello， 观众老大家好，这里是徐人梦啊。今天的话，我们来玩一个新的模组啊，叫做吸血鬼风尾包。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是青春版的黑暗亲王啊。刚刚在工坊发布了1周时间，就已经有5000多订阅了啊，可以说是近期最爆火的模组了。就让我们来试一试啊。刚好这个模组啊，它还是主推无敌者游玩的。CK3 更新了无敌者玩法之后啊，我还没有正式做过无敌者的游玩体验视频，今天就顺带着这个吸血鬼风尾包就一起玩了。好，进入游戏地图，还是这么个地图啊，但是吧，这个无敌统治者啊，可以看到多了很多。比如说这个鲁王大人，他就是这个暗夜之庭的信仰啊，这个就属于是吸血鬼信仰了。然后还有这个暗夜女王，她是暗夜之庭的宗教领袖。再比如耶路撒冷这边啊，还有一个隐蔽圣所，属于是其他的吸血鬼信仰。然后中亚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做明教信仰啊，这也是吸血鬼。我们的话就从瑞典开局吧啊，16岁男双性恋。信仰的话，我们应该是选血族至上这里面的信仰，但是吧，我想要体验一个这个对吧，莫名其妙成吸血鬼这么一个少年啊，没有任何的势力啊，从零开始的底层吸血鬼，主要也是想体验一下这个无敌者嘛，所以说就按照天主教来开局了。教育特质的话，就谋略特质吧，对吧？吸血鬼嘛。性格特质的话，贪婪狡诈，再来一个我最喜欢的怪客吧。本来呢还是想拿虐待狂的，但是虐待狂的要40分，太贵了。我们要留分数的啊，拿一个吸血鬼定制，只有选了这个特质，开局才是吸血鬼，这个要占100分，然后随便捏一下分数就400了。首先呢是开局同伴啊，外交管理勇武选择，就勇武吧。好，开始自定义啊。现在呢可以选吸血鬼的特质，分别是1星、2星、3星。1星的话是刚刚成为吸血鬼啊，新生吸血鬼啊，可以针对孩子启用阴谋啊，外表不会衰老。这个呢也就是最弱的，没有任何的增益啊。然后年龄的话会永久设定到16岁。哎，等等啊，年龄永久设定到16岁。哎呀，嗨呀，原来我是吸血鬼呀，这下藏不住了啊。2星吸血鬼的话会有这个健康的增益啊，不容易被人暗杀，但是虔诚和威望会减少很多，压力会更高。再有就是3星的吸血鬼长者啊。这个加了很多的勇武和健康啊，但是虔诚和威望几乎就不给了，旅行速度也会降低，很难被人谋杀。这个你好理解啊，对吧？就是你作为吸血鬼呢，你在世界上活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被人发现啊，你有问题，所以说你就不能轻易的抛头露面了，虔诚和威望都会变得很少。接着呢，因为我选了这个1星的吸血鬼啊，所以说会免费送一个特质：60经验的剑术大师，60经验的医生，或者是一个加2.5倍的精明，那肯定是拿精明啊。接着是年龄也可以自定义啊，可以减少或增加啊，那我觉得16岁刚刚好合适啊。好了，进入游戏吧，正式开始我们的吸血鬼之旅。生活方式多了一个这个血族生活方式啊，重心只有一个狩猎重心。这个狩猎的话是独有的阴谋啊，可以狩猎 NPC 来喝血。左线的迷惑呢是可以搞一些阴谋诡计啊，然后和其他人搞好关系这样子。还有可以招募蝙蝠兵士，这个蝙蝠啊非常的便宜啊，属性也非常的烂，但是吧它一个鞭只有250个，数量非常高。总的来说呢，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嘛，而且它还克制青木骑兵呢。左线迷惑的最终特质呢是这个赛人之歌，可以直接迫使凡人获得大量的压力，甚至是自杀。赛人这个是非常经典的西方神话了啊，赛人是这个女妖啊，他们生活在地中海上的某个小岛里啊，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唱歌啊，听到歌声的水手呢就会失神，接着呢船就会这个触礁沉没。非常多的游戏和影视作品中都借鉴过这个神话。中线的龙翼呢就是加勇武值和健康，最终获得这个龙翼特质呢也是加勇武，然后加军事加恐怖值。右线的这个全知呢是加各种各样的能力啊，还有钱，尤其是这个预言之梦啊，每级压力加了7点血石啊，很恐怖。最后获得的这个全知特质啊，敌方阴谋隐秘直接减50%，非常恐怖。之后如果这个经验值一出了，还可以直接选择下面的外交手段、机关算尽之类的换能力。等一下应该是先走全知啊，因为全知这边的话有一个意外之财啊，赋税直接加了 0.5，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是好兄弟啊，一个是颤抖者，一个是毫无幽默者啊，属性都非常差呀，但是勇武还不错。第一个单子啊，追捕罪犯来自西曼兰伯爵拉尔斯，这个太合适了，我的好兄弟们这个勇武值都很高啊。好，刚出城直接遇到了异教徒琳达，他有9点勇武值啊，那我有14点，我直接上吧。轻松拿下，给了59块钱，爽了。就在起步顺风顺水的时候啊，当地爆发伤寒了，毫无幽默者菲利普因为感染伤寒直接就去世了，享年31岁。
但是你单都接了，你不能不干呀，对吧？那就剩下了我和这个颤抖者2个人了。就在这危难时刻啊，突然来了一个流浪者，叫做拿顺儿，啊，太好了，真缺人呢，你不管什么样都得要啊！然后这个刚打算执行的时候，颤抖者也因为伤寒去世了。那就剩下我和拿顺了，那没办法的，你不能再等着执行任务了，那失败就失败了。45的成功概率还是挺高的啊！完了，我们没有镇守住关卡，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先跑吧，先营地吧，我们去挪威吧。啊，然后这个去挪威的路上呢，我们又遇到一个新人，叫做萨拉。萨拉是一个25岁的女性，属性非常非常次，但是多个人总是好的。扎好营之后呢，我们去了当地的驻军单位看了一下，这里倒是可以招募到一些新的人，但是他们都好贵呀，得100多块钱啊，也就是这个勇武者还能看，其他属性都很烂，那还是去酒馆看看吧。哎，接着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神人啊，纳贡尔，今年36岁，能力非常差。但是21的勇武啊，太狠了，而且还不要钱啊，对不对啊？接着酒馆里呢还有个荡妇，今年48岁了，哎，好家伙，荡妇老太，而且他有17的勇武啊，太狠了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啊，就算是一个初具雏形了啊。首先是萨拉啊，他担任这个角色呢是这个丑角，所以说你就叫做小丑萨拉了。然后是拿顺啊，22的管理啊，还是犹太人，哎呀，这个也很刻板印象啊，这个犹太人管理是这么高。啊，其他人的管理呢是这个256，只有拿顺22啊，那你就叫做大管家拿顺。接着是英伊利巨尔，这个老太太啊，有17的勇武，很高啊，那你就叫做凶狠老太。纳贡尔的话长得有点矮，但是呢勇武值非常高，所以说你就叫做铁头矮人。当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啊，这个烤火聊天啊，然后纳贡尔就说了一个特别粗俗的故事，这个也很符合刻板印象嘛，对吧？矮人嘛，对吧？就这样子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了挪威本地的第一个单子后巷抢劫。首先是这个主教的军统啊，抢了50块钱，然后是主教的市长又抢了50，最后是这个主教本地的投资者啊也成功了，这就一共抢到了150。这个钱吧，我本来想着说可能得给这个任务提供者，但是没想到刚刚抢完主教就直接被气死了，所以说是白拿150啊，爽到了。这个刚抢完啊，又有一个这个犹太教的流浪者投奔，42岁的女童，学识很高啊，有19，那这个也要吧？哎，好像只有这个犹太人才会戴眼镜啊。至于你呢，这个有自己的学识特质，哲学大师啊，另外还是女童，所以说你就叫做哲学系女童吧啊，在营地里做4关。挪威这里的事务啊，就算是差不多结束了，继续出发去丹麦。丹麦这里主教啊，想让我们这个帮忙收税啊，有4个人疑似没有交税。首先是铁匠铺卖军火的塞西利啊，我看你身上这46块钱啊，很有嫌疑啊，没收了。然后是住豪宅的市长卡尔啊，看起来非常有钱啊，家里也确实搜出48，这笔钱也有嫌疑，没收了。还有这个负责当地信物抄写的鲁恩的37块钱啊，这个没收。最后是一个本地卖食物的小商贩。他没有钱，只有一点点的食物，并且还直截了当的说了，哎，自己就是没钱，就是穷，交不起税啊，甚至整个商铺啊都搜不出一点钱。哎，那你既然都承认了，我就不费事了。就在回滨主教的路上呢，市长找到了我，说那个没搜出钱的商贩那里啊，搜出很多食物，并且已经派人送到我的营地了。哎，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哎，那就是这个卖食物的商贩有问题嘛，他每天卖那么多吃的，偷税漏税几千万，不是很正常吗？众目睽睽之下啊，主教就被迫接受这个结果。之前私下没收过钱的几位就免除了税务。哎，在之后呢，在丹麦又待了1年多，虽然说钱没有怎么赚到啊，但是追随者呢还是有点轻微的改变的。没错，那就是大管家拿顺和凶狠老太，他俩在一起谈上恋爱了啊。拿顺今年49，凶狠老太是50，年龄还是真的合适啊，那就放着他们在一起吧。至于自己啊，也有些变化，现在已经不再是1星的新生吸血鬼了，而是2星的标准吸血鬼，对鲜血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得开始狩猎人类喝血了，不然自己的话可能会陷入癫狂的状态，吃一些 debuff。哎，欢乐的追随者，铁头矮人纳贡尔和这个老太的感情啊深厚起来了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铁头矮人和拿顺一直都不对付，怕不是矮人想要趁机报复拿顺，给老太撬走。哎，事情就越来越有趣了啊！那我还是假装不知道吧。紧接着，这个拿顺又和这个舍恩莱因，我的女童次官关系好起来了，看得出来大家的情感生活都很丰富啊。执行任务的时候，老太和拿顺又凑在一起了，这真的是一点都没想藏啊！那我就直接安排你俩结婚好了嘛，对吧？
啊，子女概率是5，那没办法，俩人都年过半百了，大伙儿过日子就好了嘛，起码在一起还能够生活个20年，对吧？然后是自己得想办法找个狩猎目标了，整点血喝。丹麦国王的史官我看就不错啊，67成功概率。刚计划狩猎开始啊，当地又爆发瘟疫了。这次应该问题不大，毕竟营地啊刚刚建设了理发店之类的，瘟疫抗性比较高，应该能够扛到狩猎人类结束。完了呀，还是我低估瘟疫了呀！拿顺和老太俩人刚结婚没多久啊，就因为这个瘟疫肺痨就殉情了，俩人就都死了啊，那也好也好，这个黄泉路上有人陪伴立刻收拾东西跑路。刚起营得到一个消息，我想要狩猎的目标啊，也因为肺痨去世了。哎，好家伙！跑到了瘟疫区之外后，发现小手萨拉、哲学系女童还有铁头矮人都肺痨了。希望大家可以扛过去吧，再也不敢扛瘟疫了。到了本地的集市后，发现了一个叫做安娜的妹子，管理18点啊，也算是替代了拿顺吧。然后是狩猎目标，成功狩猎到手了，现在可以选择。要么吸一口爽1年，然后对方怀疑是我，好感度降低；要么就吸干爽3年，给对方吸成干尸死掉；要么就转化对方为吸血鬼。但是这个不爽啊，这个还会消耗到我的精血。我选择直接吸口爽3年。转过头啊，看这个集市上拉来新人啊，安娜。安娜有一个色欲，还有一个3级的管理特质，财富创造者。那简单了，你就叫做色欲创造者啊。再去当地的酒馆和军营看了一下啊，这几位都是无依无靠的卑微 NPC 啊，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无所谓了啊，依次精选一下。首先是弗雷，狩猎来转化成吸血鬼看一看啊，成为了紫翼，但是好感度低了很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互动。4个就都转一下吧，反正转吸血鬼我需要吃的这个消耗精血低 buff， 时间不叠加。在航行去伦敦的船上的时候啊，吸血瘾再次发作，涨了123压力。这种时不时就会出现的这种压力事件啊，加上现在作为这个2星吸血鬼的压力 buff， 真的有时候容易爆压力。而且点这个吸血鬼生活方式的话也会加压啊，要有这个固定加压手段才好。比如说啊，逛兵营和酒馆，然后盯选 NPC 一个一个吸啊，又16位啊，一个个吸吧。好，吸干了3个，压力清空了，没办法啊，我也不想的呀。来到了英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合同，支持派系。合同人是英国王子约翰，他想要反了，取代现在的小国王。刚加入派系没有多久啊，十字军要开打了，应该是影响不大。接着派系又加入很多人啊，看来这场派系应该是能赢了。我的话也组建一下兵士吧，组建一队侍卫就好了，这个性价比高一些。接着是起营，前往王子属地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有意向的追随者，哥们儿今年54，20的外交，27的学识啊，还是个巫师。这个能力太强大了呀，他还不要钱，这个必须要啊！当场赦免你的巫师罪行啊，起名叫做大巫师。好了，派系也差不多了，这个起兵吧。16.3K 对13.5K 应该能够稳赢。很快十字军也开打了，开打之后就绷不住了，就连暂停游戏都有几秒钟的延迟啊。131K 对74K。十字军是46股势力对24方穆斯林势力，强行结束下去吧，不然这么运行下去，硬盘炸了也录不完了。接着是派系合同也结束了，那因为我走错地了，吃了损耗惩罚，101人变成1个人了。哎呀，完了呀，这个合同算是白接了，又浪费了1-2年时间，总算是打完了。虽然说按照战争贡献的1分钱都没有，但是我实实在在帮忙了呀，对吧？可以通过这个人情若牵制啊，找这个主顾要笔钱143，也不算是白帮。之后在英王这里呢又待了一段时间啊，休养生息，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啊。直到某次出差啊去牛津回来，钱包被偷了，好在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抓住了小偷。这个小偷呢啊有点意思，叫做尼古拉斯，16岁，哎，和我一般年纪啊，太巧了。他有高达25的谋略，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特殊性人才了。你就简简单单叫做窃贼吧。哎，小伙子刚入伍啊，这个大巫师西蒙和色欲创造者安娜说他俩要结婚，哎，好家伙，这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曾经殉情一对故人。哎呀，我之后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够把营地里这些个有名有姓的都变成永生吸血鬼。
好了，闲时无书一笔带过，我们又游荡到了苏格兰，感觉是时候开始吸血鬼化营地了。先从最早跟着我的小手萨拉开始吧。主动去问萨拉要不要成为吸血鬼的话，成功概率是0。那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嘛，对吧？狩猎。但因为是强行转化，所以说好感度低了很多啊。那没事，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而萨拉你的时间现在无限多了。再有是切德尼古拉斯，接受度100%，就可以直接无痛转化了。哎，不对，玛利亚科姆宁，这个是东罗的科姆宁吗？还真是啊，41岁，生于子氏，怎么来到我这儿当宾客了？他要125块钱招募，这个好说啊，毕竟有这样的身份啊，你可以通过结婚离婚刷威望啊，这个远比125值钱。过了一段时间攒够了钱，招募玛利亚加入了营帐，刚好啊，他的一个配偶在前2年啊离奇失踪了啊，这下我就名正言顺了。开始朝圣吧，朝圣除了可以结婚离婚刷威望之外，届时加入暗夜之庭啊，也需要一定的前程。又是几年四处跑动，我们去了坎特伯雷、科隆，还有罗马朝圣，攒了2250前程。现在啊，迁移营地到了香槟公国，旁边就是巴黎啊，也就是暗夜之庭的信仰领袖暗夜女王所在地。目前的话是可以通过3种方式臣服女王，分别是600块钱加1200的威望，600块钱加1000前程，或者是直接付1600。臣服之后会变成吸血鬼亲王国的政体，营地会改为庄园，改为暗夜之庭的信仰。用威望还是前程先不说啊，最低600块都没有啊！现在香槟打工吧，眨眼之间又在当地啊打了3-4年工啊，攒够钱了。另外就是通过结婚离婚刷了几千的威望啊，现在也算是小有名气，给人物自豪了啊。花了1000的前程和600块钱，成功加入了暗夜之庭啊，可惜是换了庄园啊，所有的建筑都没了，收入从2.1块变成了0.23啊，且得恢复一会儿了啊。亲王国政策。现在可以选择当地政策，可以选择平衡、低调、榨干和投资啊。榨干的话收益会很高，但是当地的发展会停滞，是杀鸡取卵之法。最优选择呢是投资，投资越久收益越高，是长久之法。目前还是比较缺钱的啊，毕竟刚刚转型啊，选择榨干政策吧。收益现在是2.5块，比转型之前要好一些啊，但是也没有好多好，毕竟现在是一个榨干政策。另外就是处于流浪者时的好兄弟们都散了啊，没有人还跟着我啊，除了这个切德尼古拉斯，他很愿意来啊，因为他当时也是唯一100%接受愿意成为吸血鬼的。如果说哲学女童、铁道矮人、暴躁老太还有拿事儿他们也活着的话，或许也愿意来，但可惜是没机会了。天灾人祸，瘟疫杀人如草芥。好消息一个也没听到啊，坏消息又来了。暗夜之庭女王用牵制把纷争契约改为了文职行政。这个文职行政啊，我要交50%的税啊，兵士上限规模都变低了。唯一的好处就是建筑建造时间和花费少了10%，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怕不是榨干政策一直开着也赚不到多少钱了。哎呀，坏了！我突然感觉这个暗夜之庭啊，好像不该进，好兄弟们都散了，钱也少赚了，哎，早知道不归顺了。目前的情况啊，就有一种付款上班的美感，甚至还会做噩梦，梦到之前同伴。自从归顺之后啊，可谓是事事不顺，夜夜无眠，脑中总会想到一句话：这一切值得吗？就在思索的时候啊，暗夜女王发来了邀请我们做间谍首脑，这或许是一个解脱的办法。接着点出了全知全能啊，然后就是行动之时了。要么我来做暗夜之庭的王，要么就独立出去过普通人的生活。首先是直接通过武力实现独立，这个是最不现实的选择了啊！因为别的不说啊，女王呢有125的吸血鬼精锐啊，攻击高达500的超级高大兵，其他零零总总的加起来有3000人啊，我们只有600。这个吸血鬼精锐啊，我们要拉到125的话，单说是组建就要花4400啊，所以说这条路呢行不通，那就是谋杀。谋杀可谓是一呼百应啊，想要改换门庭的远不止我一个。没过多久，暗夜女王就被谋杀了。但是我吧也被冠上了谋杀犯的名号。新上位的是裁决者西蒙娜，他的兵力也不少，那就一鼓作气啊，继续谋杀。刚开始谋杀计划，突然这个伟岸怪影要我做间谍首脑，你怎么突然成宗教领袖了？果然啊，这个女王一死啊，整个暗夜之庭就开始各种动荡了，得想办法赶快脱离了。毕竟啊，我们的话也是在继承中的，只是排名比较低而已。好在呢，是这个伟岸怪影只有500人的军队啊，可以打独立了。
把他3000多人这个盟友谋杀了就好了。就在谋杀计划即将准备好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噩耗：安娜作为创造者被能人玛利亚谋杀。这个玛利亚就是曾经科姆宁家族的公主啊，在被我转化为了吸血鬼之后，成为了我的子裔，归属我的家族。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谋杀安娜。如果说不是谋杀的话，那么安娜作为2星的吸血鬼，她是永生的。这叫什么事儿？马上就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啊！结果最后一个追随自己的伙伴也死了啊，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了。宣战，独立！拉一支佣兵啊，一共是1600人，冲向巴黎。好等等这坏了，应该是对方这几个超高勇武的骑士啊，攻击力太高了，所以说超模砍出负数了。现在我的人是越砍越多了，但是最后肯定是我能赢啊！除了战场上砍着，我也试一试谋杀吧。就这样子，转眼间砍了2年了，我的1000多人砍到400人，就这样砍了10年，终于是赢了。最后我的部队砍到了51万人。你不管怎么说，赢了啊，结果是好的。是时候离开这片土地了啊！几十万人就这么砍了10年啊，难免会有人察觉，换个地方生活吧啊！比如说这里啊，费拉拉就不错啊，我们伪造宣称去费拉拉了。除了自己的1000多人之外啊，又联系到了这个坚带之种马佣兵团啊，6、7千人，拿下费拉拉应该问题不大。接着就出问题了，只要我和费拉拉军队一碰，游戏立马就崩溃。甚至连崩溃后的那个信息提交窗口都没有啊，直接就没了啊！总之呢，就算是打赢了，拿下了费拉的土地，也没有事业啊，事业终究是在暗夜之庭所在的法国。就这样，然后很快就被周边的这个天主世界吞并了啊！因为没有事业，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啊！就这样子，16岁的虚人梦被天主教审判庭处决了啊！你往好处想啊，对吧？之后或许就能见到之前追随自己小伙伴了，对吧？那总之呢，期待一下这个模组之后的更新表现吧。总的来说呢，游玩体验还不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订阅一下啊。另外这就是这期视频了，喜欢的话记得3加关注啊。这里是虚人梦，我们下期见。